哦，小狗小狗小狗 ，hello 啊！都宠物店了嘛。还是个茶社。Hello， 快进来吧。好安逸哦。小八过来。诶，这个狗出来啦！谁来了？来了，我出去接它去。哎，hello！你怎么瘦这么多？你瘦啦！啊，朵儿姐啊，阿朵姐是跟你一间。对，我们俩有一回住一屋呢。咦，你想坐哪边？哎，宝贝儿，你叫什么？它叫什么？乔豆。哦，你好。我跟你讲，它比较冷，稍微冷一点。它冷吗？它有一点点冷。我就不觉得你冷。但它跟你很亲。它冷吗？哇，它也太喜欢你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我很正常，你知道，我就是招猫逗狗的。它真的乖，你看它也不来我怀里。谢谢。我觉得喝点热的。没有。哎，我去姐姐舞台，你是意外的吗？我心想，你咋没跟我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呢？现在也不迟，因为我还没被淘汰。你要是我们在一届的话，我死跟你。我一点都不拉垮，你别看我。主要是你特别刻苦。这有什么好夸的？我现在在批评你，为什么？过于刻苦了。为啥？之前大家在很多场合上都认识了，但是你真正走进我心里的时候，我眼睛流眼泪那次吗？你何止流眼泪哦，你像个兔子。我知道，我是急性的那个结膜炎还是什么的。哦，我好像记得当时那个摄像机位，比如说我坐这个位置，我是这个眼睛流眼泪，我就会坐这个位置，然后让镜头拍这边。流眼泪的时候，手里还拽着一张纸，一直在这擦眼泪。他看不下去了，对，看不下去了。你的那个状态，边流泪，然后边还要笑，然后这边还要马上去做手术，家里还有个什么事儿，好像谁又病了。天哪，怎么能够把自己弄成这样？这个女孩，我想了解她。我从那一刻，你好像一下子进入到我的世界。你要保护我了是吗？我保护不了你，你是队长，因为我那时候都已经伤痕累累了。你那时候很风光啊，伤痕累累，我的内心世界。好吧，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哈，我再爱的工作也让我如同行尸走肉，就是我会去完成，但我就觉得没有意义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我心疼你。我找我妈要过5000块钱，但是我很愧疚，是因为我真的没钱生活了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要跟朋友去投资，3个月之后我们钱就能挣回来，我就能把钱还给你。结果那时候身无分文，我妈说好，没问题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妈自己就从湖南坐了个火车，然后就到广州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，她就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，我大概在哪个位置来找我，然后我去了之后，我当时就快泪目了。因为他没一个人出过远门，坐在那个公用电话亭旁边很慌，就在那里擦汗啊，柳柳，然后就飞奔过来。后来几天之后他走了嘛，他就跟我回电话，他就说柳柳，我知道你这5000块钱不是去做什么投资或者去干嘛，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，所以我要亲自把钱送到你这儿来，我要看看你怎么样，有没有出事儿。他说我看到你状态是好的，你只是缺钱，妈妈不问你要干什么发生什么，他就说就希望你就是撑下去。哇，我当时就很难受。你妈妈好好，这也太感人了。我觉得你去找父母要钱的时候，他们肯定觉得你出事儿了。阿姨是知道他肯定是出现了经济问题，所以你才自己过去的是吗？那是的，他从来没向我要钱的。突然打电话，他说妈妈，你给我送点钱来吧。我就晓得肯定是生活不下去了，肯定是，非常难了。因为当时他爸爸在外面工作，
我从来都是到哪里去都是跟他爸爸一起，一个是路吃，东南西北我都难得亲得懂，我也不管这个事的，所以我胆子更小，我从来一个人不外出的。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了，那只有我个人去送啊。他给了我一个科技号码，好，我就背起来，好，我就到了火车站，我就中途就吃了一份饭，结果那个饭可能不干净，吃了不到半个小时拉肚子了。哎呀，我又难受。糟糕的是呢，本来是南站，广东南站下，火车到南站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改变方向，到新开的刚好开的一个站，我天呐，还过去还有20多公里。好，我又无法联系，我这怎么得了了？全部是陌生的，而且跟哪个走我都不晓得。到那里车站跟人多的走。后来我女儿就来了，晓得不？她妈妈到我那里去打的，要100块钱。我就怎么要那么多钱？我心想我带你几千元，你今天就一下发了100钱，我肯定还心痛嘛，是吧？我有公交车吗？他有公交车，他要走路了。我没问题，我走路现在我不拉肚子了。他怕我到时候走远了，现在又拉肚子，身体不好吃不消，我就担心他怕他吃不了这个苦。后来他讲没事，然后我们2个就是车，然后到那里刚好公交车，一个人发2块钱。他妈妈今天我们省了90多块钱了哦，他还挺高兴的。因为柳岩对这个事情印象特别深，而且这么久的一件事情，阿姨把细节记得这么清楚，说明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。对，那是。